嗨，大家早啊！我们今天要来到一对年轻的夫妻哈，这个过着半农半木工的生活，在山上呢一样盖个小房子，然后自给自足。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一对的小夫妻在山上实现他们自己的人生的梦想。走，一起去吧。自己盖的房子哦，自给自足啊。这个是我们木工家哈，自己订了一间房子，整个都是哈。这是小小的育苗场哈。你相信吗？这里是我们一般人以为的杂草堆，却是我们木工家所种植的有机菜园奉行的天然自然的种植方式哈，纯粹无毒。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爆米花的玉米哈，这跟一般我们平常在吃的玉米是不一样的哈。然后这里的种植方式也是采用自由生长哈，自由生长的方式。这个是有机堆肥的部分哈，都是天然的果皮啦，或者是一些树枝哈，来做的一个堆肥，来实现这个自给自足啊。然后自己种的东西自己吃，完全是有机栽植。这个也是我们木工的作品哈。这是紫苏叶哈。对。你们老家在哪里啊？在台中。台中哦。那离这里很近啊。对啊，其实对这边对我们来说其实还蛮方便的。哦。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来做半农半木工啊？其实最一开始我们是因为去澳洲，然后体验到那时候他们那边的乡下生活，就是他们的乡村生活，然后开始接触农业。那时候对农业其实就觉得很喜欢，在那种环境下工作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其实后来回来台湾，其实也是经过一些转折，因为台湾其实要做这样不太容易，因为台湾的地比较小，然后它环境的关系，它比较没有办法像澳洲那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后来才慢慢从都市移到乡下。然后后来才从乡下再移到山里面，就是慢慢渐进式的去移动这样。那这样子也是要很大的勇气哦。其实就是当初也是其实没有选择了，因为在都市里自己待不下去了，就觉得都市那个环境自己已经开始受不了，没有办法在那种环境下继续生活下去，然后。都市生活是比较紧张了哈。对，然后跟大自然没有很比较没有连结啦。然后那种环境啊，现在空气啊、嘈杂啊那种，所以就自己就觉得说，很想要离开都市这样。那你跟你太太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是在
我们大学去打工，然后在打工的地方认识的。我们那时候做 Subway， 就是做那种美式甜点堡。对，我们就在那边，然后在同一家店，然后那时候认识。那是你先有这种半农半工的生活，还是你太太嘞？其实是我。是你啊。然后那时候，就我们是结婚后去澳洲，然后对才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你们是结完婚之后两夫妻一起去澳洲就对了。对对对。那是打工当度蜜月吗？对，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没什么钱可以去玩，就是顺便就去，反正去那边一趟蛮远的，然后就一边享受，然后一边工作生活这样。不错呢，我现在50岁了，可能来不及了哈。可以赚我那边物价很高。对啊，要是早知道，我以前会来去打工一下哈。对啊，感觉蛮不错的。视野的开阔啊，然后对想法的那种，就可以学习到不同的生活方式，然后会产生不同的想法，然后你对你自己的未来啊，自己的想要走的方向就会更明确。阿辉，那你怎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啊？其实也是，我觉得都是缘分。像找地呀，然后买地呀，都是要看自己喜欢的环境嘛。然后那时候刚好来附近看地，就遇到这个地主，然后他就说他也刚好有地要卖，就带我们来看。其实那时候它的环境就是杂木里嘛，然后竹林嘛，所以其实那时候也看不出地景它是怎么样。不过就感觉就觉得感觉是可以，而且价格也是在我们的预算以内，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那就好，那就对，那就直接就选这块地这样。你都做哪一些种类的木工作品？像我比较多都是在做一些像食器，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吃饭的时候啊，或者是在餐桌上会用的东西，就像汤匙、筷子、叉子，然后切菜板，对，还有一些盘子，对，大概就是这些。我比较喜欢做一些实用的东西。实用的东西哈。对对对。那有没有都在哪边销售比较多啊？所以就是会自己就是去跑一些像是文创市集啊，然后或者是对，目前是跑文创市集比较多，就在各地，像台中、新竹，最近都是这样比较多。那木工也是你自学就对了。对对，就自己其实有兴趣，然后就自己慢慢摸索。而且我发现我自己是蛮喜欢自学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自学它比较没有限制，就变成说你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去创作很多东西。那像你的小朋友以后也打算要自学吗？目前是这样想，不过看他自己啊。如果他想要去学校，他就去学校也没关系啊。所以我们也不会去强迫他说一定要照着我们的规划去走这样。你现在2个小朋友嘛哈？对对对。对啊，我之前听到消息说你们都在家里生小孩呢。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第一胎就是在家里生，然后那时候因为是在租的，还不是在这里。不过当下我们就觉得说，其实在家里生的那种就很温馨，然后不像在医院会比较冷冰冰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后来就也有去了解，就是他们在温柔生产这一块，然后就觉得这是蛮像我们是比较喜欢的那种生产模式啊，跟那种方向，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就是在家里生的。这个木工家哈，还有一项很特别的哦，完全天然的哈，这个是浴缸。那我们再看看呢，我们左手边是什么呢？是的，这个是我们的天然马桶哦。
完全不浪费哈，回收再利用。那你太太也，你跟她说要过这种半农半木工的生活，她有没有什么意见呢？一开始是没有，不过一开始我们都还在尝试，然后要去适应那样的生活，所以她一开始也是比较没有办法去适应，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有办法去享受这样的生活，然后因为毕竟这样的生活是完全跟现在社会上的那种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只要适应过后，其实他现在也是蛮喜欢的。其实跟我也是一样，我是选择你要的生活，再来决定说，你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就是我选择这个环境，就像古时代那个孟母三迁一样。对，有点像这样。不会说因为现在大多数的人因为工作在都市，他就离不开都市。对啊，因为太多东西，不知道自己也是放不下还是怎样。我还蛮幸运，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牵挂，然后那时候还可以靠着自己想要这么做就去做。不过你比我厉害啦，什么都自己来。其实就是因为比较没有资金嘛，所以就变成说，你为了省钱，因为过这种生活，你比较难有一些固定的收入，所以有时候你就要比较省的方式去创造你的生活。像一样的东西，也许你去找人做就很快，可是如果我们不找人做，自己动手的话，就变成我们可以把拿去赚钱的时间拿来做这些事情，而且同时这些事情又是我自己也蛮有兴趣的，也蛮喜欢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的方式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我自己可以很开心的去做所有的事情，然后过这样的生活。对啊，跟我搬来山上的时候也是哈。对啊，这个山上请人啊不好请，那怎么办？那就自己动手做啊。对啊，那你做过一次就知道了。这个打工当做运动了，还可以省钱哈。对啊，我弄我那边房子也省了不少钱了。对，那我们现在做汤匙是吧？对。主要就是希望机器切出它的形状之后，我们再用雕刻刀去挖去修。这全手工的呢。我比较喜欢这样去做，其实它好像是有一些像是机器啊、刀具啊，还是可以去挖凿的。所以我比较喜欢用手，就是因为它可以，我自己可以控制说它要的那个范围跟深度。那你这样做一个汤条，从这样开始做到可以拿出来贩售，大概多久啊？没有办法做得很精确，因为它像我这弄完，它要去碰水，然后再研磨，然后再去碰水，再磨，它让它的那个反正它木头它会有一种反翘的现象，要把那反翘的现象用磨掉之后，它才会比较滑，才不会刺刺的这样。反翘会不会像说那个木头放久会变形啊？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它的纤维，它会有点像，它碰到水之后，它干燥碰到水，纤维它会翘起来，就是你用再去摸它，你就觉得刺刺的，就有点粗粗的，原本滑的，可是你碰到水再去摸，它就会变比较粗糙，然后再磨一次。对，要再磨之后，它再下一次碰水，它粗糙程度就会减少。对，几次之后它就会变得比较光滑，碰到水它也不会再翘。这蛮费工的哈。对，所以平均来讲，如果这样把时间加起来，大概一支应该1个小时
跑不掉。嗯哼，对。那有没有固定说1个月要做多少的量？目前还没有设限，有时候就是其实有时候会想做的东西会不一样，像现在想做汤匙，可能过1、2个礼拜我就想做其他东西了，就想做切菜板啊或炒菜机啊之类的。所以就是我一直就是我现在想做我就一直做，做到我不想做的时候，然后也通常会看说我要去摆市集啊，就是每个东西多少都要有一定的量，因为种类比较多的时候，看起来比较吸引人。对，这个就是花样多的话哈，那个客人可以每一样都来一样。对，而且他们停留在那边时间比较久的时候，也可以吸引人潮来，就是来看啊，然后就可以有机会销售这样。那应该整个那个厨房的东西就尽量给它木质化哈。对，不过就是台湾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潮湿，所以比较觉得可能怕发霉吧。那一般来讲，这个要怎么保养？主要就是常用，因为常用它其实我们就常清洗，就比较不容易发霉。对啊，像我你有时候也可以让它再去用砂纸磨一下，然后再上个油，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用的时候，它会一直有接触到油，然后油会对于木制品它是比较好的，因为它可以堵住它的毛细孔，让它不会去跟霉菌接触。所以我觉得是使用上的习惯了。你只要常用长期就是清洗方式，然后让它干燥的时候不要让它闷住，让它保持通风。听起来是蛮麻烦的，不过就是使用上的习惯不同而已。这就是现做的手工汤瓢，这个要经过多次的加工之后才会拿来做一个贩售的哈，全天然的哦。手工的木工的木头的汤瓢有什么感觉？就是比较温暖的感觉了，不会像铁制的这么冷冰冰哈。